小醉俠破障。今日同大家分析一下陳世傑殺妻案。喺89年10月23號嘅凌晨1點，喺屯門南地一條偏僻嘅村落入邊，一間前鋪後居嘅小型士多嘅老闆，突然間聽到一下爆炸聲，佢立即由窗口望向爆炸聲嘅方向，發現距離士多大約50尺嘅地方，火光熊熊，發生火警。佢擔心火警會波及佢間士多，所以就立即致電999報警。與此同時，警方嘅保安中心亦都喺短時間之內接到4個報案電話，報告喺南地福亨村有一個叫做活苑嘅地方係發生咗火警。由於福亨村係地處偏僻，門牌號碼編排混亂，所以通常即使係有火警，消防車都未必可以立即揾到火警嘅地方。但係呢一次就例外，因為發生火警嘅活苑同福亨村村公所只係一街之隔嘅啫。而且活苑位處路邊，消防車喺未駛到村公所就已經可以從火光引路，輕易揾到火警嘅地點。呢場火燒得好猛烈，就10分鐘嘅時間就將其中一個車房完全燒到通頂。而消防員喺到場之後，亦喺5分鐘嘅時間就將場火救熄咗啦。而令到在場協助救火同埋圍觀嘅村民都十分之詫異嘅係，當火警救熄之後，救護人員喺火場係抬出一具燒焦咗嘅女屍，而佢哋更加估唔到嘅係呢一場火警嘅背後，原來係涉及一宗精心策劃嘅殺妻案。案發現場係住咗一對夫婦嘅，丈夫叫陳世傑，而太太係叫麥惠娥嘅。兩個人原本係喺案發現場養雞嘅，但係喺好多年之前已經將雞場交咗俾陳世傑嘅舅父打理。兩公婆係一齊移民咗去加拿大嘅，直至喺案發之前半年先至回流返香港嘅。喺回流之後，佢哋喺案發現場從事汽車維修工作，而佢哋居住嘅地點就係案發現場旁邊嘅一棟2層高嘅石屋啦。而嗰具被燒焦嘅屍體就係陳世傑嘅太太39歲嘅麥惠娥啦。根據陳世傑喺現場即時同警方講嘅版本，當時佢係同太太一齊整車，但係突然間唔知點解發生爆炸，意外令到佢太太死亡。我同我太太一齊喺度整車，唔知點解突然間會爆炸，跟住又起火燒死咗佢啦。咁如果佢所講嘅都係事實嘅話，咁呢一次就純屬意外，並非一宗謀殺案件嚟嘅。但係當警員聽到佢咁講之後，腦裏邊其實係充滿疑問嘅，例如點解選擇喺深夜嘅時候整車呢？點解唔喺日頭先至整？死者又係咪真係識整車嘅呢？點解一齊整車，死嘅又只係得佢太太，而陳世傑又會一啲事都冇嘅呢？呢一啲都係喺現場調查嘅警員諗唔明嘅地方嚟。咁正因為係咁樣，當晚警方係將陳世傑帶返警署通宵扣查嘅。之後喺第二朝嘅10點鐘，警方嘅法證人員聯同政府化驗師再次到現場進行一次搜證，但係都發現唔到任何可疑之處。而工程師喺檢查過被燒毀嘅汽車同埋視察過現場嘅環境之後，都認為事件同陳世傑嘅口供係好吻合嘅，所以好可能係一宗意外嚟嘅。呢次嘅事件可能係人，都可能係意外。而從機會率嚟睇，我認為係意外嘅機會係比較大。咁基於呢個原因，雖然警方對陳世傑所講嘅版本係高度懷疑嘅，但都只能夠將佢釋放。咁但係當然，警方仍然對佢充滿疑問，咁所以係仍然繼續調查佢。喺幾個月之後，死者嘅妹妹向警方係提供咗4盒錄音帶嘅，當中係收錄咗4段有關陳世傑同佢太太生前嘅對話嘅，當中嘅內容可以話令人不寒而慄嘅。我點敢想點啫？我唔怕你殺咗我啊！係啊，你小心啲啊！不過你放心，我唔會用我雙手殺你，實會有痛嘅，俾人捉。用槍射我啊！諗好晒噶啦，連點樣逃避法律責任都諗好，我係諗緊點樣去計劃殺你啊！警方喺聽到呢錄音帶之後，就更加懷疑陳世傑所講嘅說話，而且喺呢個時候，警方喺睇過法醫嘅報告之後，發現陳世傑向警方講嘅版本係有一項明顯嘅漏洞嘅，而呢個漏洞甚至係大到可以令到陪審員判佢有罪添。所以喺呢個時間，喺警方嘅心目中，陳世傑已經唔止係一個疑犯，佢根本就係一個殺人兇手嚟嘅。咁但係好可惜啊，呢個時候陳世傑已經翻咗去加拿大，似乎係想永遠離開香港嘅。但由於警方所掌握嘅證據並唔可以直接證明麥惠娥係被陳世傑所殺嘅，咁所以就未有足夠嘅力度去將陳世傑引導翻香港受審。咁所以警方就唯有眼白白咁睇住陳世傑喺加拿大逍遙法外啦。
但係事情喺1年之後係嚟咗一次轉機嘅。警方突然間收到加拿大一間保險公司嘅信件，查詢有關呢一宗案嘅調查結果，以便保險公司決定係咪可以向陳世傑發放佢太太嘅死亡保險金。因為如果佢太太係死於被殺而唔係死於意外嘅話，咁保險公司係唔需要發放呢筆保險金嘅。所以警方就把握呢個機會，希望保險公司可以同警方合作，將陳世傑誘導翻嚟香港受審。而警方嘅計劃係藉住呢一宗案嘅死因研訊就嚟開庭，就叫保險公司要求陳世傑應死因庭嘅要求，返香港為死因庭作證。保險公司同陳世傑講，喺死因庭得出意外死亡呢個結果之後，就會立即去發放保險金嘅。咁為求盡快得到呢筆錢，亦都真係應保險公司嘅要求返香港作證。但係點都估唔到，當佢踏入香港機場，就立即被香港警方拘捕啦。今日我就係想詳細咁分析一下呢一宗連政府化驗師都話多數係意外嘅案件，點解可以過到毫無合理疑點呢一關嘅？點解7個陪審員都會一致認為呢一次係一宗謀殺案，而唔係一次意外呢？而警方發現被告口供嘅漏洞究竟又係乜嘢呢？警方後來發現死者原來係唔識整車嘅，咁點解當晚又會同被告一齊整車嘅呢？呢一點被告又係點樣自圓其說嘅呢？點解整車要偏偏揀喺夜晚零時嘅時分先整？咁樣又係咪完全唔合常理呢？根據被告嘅講法，喺爆炸之前一刻，死者係坐喺車頭聽緊收音機嘅。但係既然要急住喺深夜整車，咁點解又會咁悠閒坐喺司機位嗰度聽收音機呢？被告點解會編造一個咁唔合常理嘅故事呢？從當年報章嘅報道我哋知道，死者喺車廂嘅後座發現。咁點解被告又話原本係坐喺司機位聽收音機嘅呢？呢個講法又會唔會係太過唔合常理呢？究竟呢一宗被評為好有可能係意外嘅案件，最後係點樣將被告入罪嘅呢？要解答以上嘅問題，最好嘅方法就係從陳世傑嘅口供入手啦。但係喺審訊嘅時候，佢係選擇唔上庭作供嘅。而佢喺接近2年之後被正式拘捕嘅時候，佢都係充分使用佢嘅加密權，拒絕回應警方嘅任何問題。喺咁嘅情況，其實我哋係好難知道佢嘅版本係點樣嘅。但係好彩，佢喺案發當晚，喺佢仍然未被拘捕嘅情況之下，佢係喺警署錄咗一份詳細嘅口供嘅。所以從呢一份口供，我哋就可以知道根據被告嘅版本，當晚係發生咗咩事。我架車其實已經壞咗幾日㗎啦，一直都冇時間整。日頭我要幫其他人整車，根本冇時間整我自己架車嘢，所以我就唯有夜晚收工食完飯之後先去整自己架車啦。咁從以上一段口供，我哋就可以知道，原來陳世傑之所以選擇喺深夜去整車，就係因為日頭太忙，要首先整咗佢客戶嘅車先，所以先會逼不得已喺深夜先至整自己嘅車嘅啫。咁但係點解明明佢太太係唔識整車嘅，佢又會揾埋佢太太一齊整呢？嗱，陳世傑當時係咁樣講嘅。嗰晚連幫佢自己整嘅，太太就已經沖完涼喺屋企入邊聽電視啦。因為我需要測試一下個油泵嘅電源有冇問題，所以我就叫太太出嚟幫手撻火啦。佢本來已經換咗睡衣嘅啦，我遞咗件運動衫俾佢，佢換完衫就出嚟幫手啦。我叫佢坐喺車頭駕駛座幫我撻火，然後我諗我自製嘅測試燈睇下電源有冇出問題。佢喺車裏邊一路聽收音機，一路聽我嘅指示，我叫佢撻火就撻火。而最後我發現油泵嘅電源係冇問題嘅，之後我就繼續檢查其他 parts 啦，換咗濾油器同埋啲喉管，換完之後再叫老婆幫我撻火，等我可以睇下個油泵嘅壓力係咪正常。最後我以為應該係濾油器出問題，因為佢好似有阻塞，令到啲油流得唔夠快嘅。嗱，咁我見到啦，原來所謂2個人一齊整車，佢太太只係幫手撻車嘅啫。咁由於呢個情況其實係幾普遍嘅，所以探員喺呢個時候仲未正式揾到佢口供嘅漏洞嘅。咁之後其實係發生咗咩事，令到架車無端端會爆炸嘅呢？所以諗住更換化油器嘅油管，就行咗喺工作台嗰度整定啲喉管啦。張工作台其實係好近我架車嘅啫，只係距離大約10尺，喺架車右手邊。我行起工作台嘅時候，老婆仍然係喺司機位嗰度聽緊收音機嘅。之後我就背住佢喺工作台嗰度整喉管啦。所以嗰時我係唔知道佢喺度做緊乜嘢。嗱，咁我見到啦，從陳世傑嘅口供，原來喺中途係離開咗架車嘅，佢走咗去距離架車10尺嘅一張長台嗰度，為更換化油器嘅喉管作準備嘅。而根據陳世傑跟住落嚟嘅口供，意外係發生喺佢再想太太幫忙嘅時候嘅。佢當時係咁樣講嘅：
之後因為我想老婆幫我扶住條喉管，所以就叫我嚟幫手啦。我叫完佢之後，突然聽到撻火聲，之後再聽到一聲好細聽到爆炸聲，眼尾就見到啲紅色嘅火光啦，所以我立即轉身就見到架車已經變成一個火球啦。咁陳世傑呢段說話嘅意思係，當佢想太太幫手扶條喉管，而大聲叫太太嘅名嘅時候，可能佢太太以為佢想去再次撻火，咁所以就立即撻火啦。而當佢聽到撻火聲之後，就立即聽到爆炸聲同埋眼尾有紅紅嘅烈火嘅，咁即是話佢認為爆炸係由佢太太撻火而引起，而佢太太之所以無端端走去撻火，就係因為誤會而引起嘅。咁簡單講，陳世傑想表達嘅就係呢一次只係一次意外嚟嘅啫。咁從以上嘅口供，似乎係揾唔到咩破綻嘅，因為連政府化驗師都確認佢所講嘅情況係有可能發生嘅。例如有可能係修理嘅時候意外洩漏汽油而冇被發現，加上現場嘅通風不足，汽油由液體變做氣體，喺遇到火花嘅時候就有可能發生爆炸㗎啦。所以喺呢個時候撻火，一啲鬆咗嘅電線位就有可能引發火花，從而觸發爆炸而引起大火。而喺政府化驗師喺案發之後嗰日到現場視察過之後，係認為被告所講嘅版本的確係有可能發生嘅，亦因為咁，當時警方都認為呢份口供係冇可疑嘅。不過跟住落嚟，陳世傑繼續講嘅呢一番話就成為最後令到佢入獄嘅最關鍵要素啦。佢當時係咁樣講嘅：我好大聲叫我太太嘅名，但係都冇回應。我嗰時我係已經離開咗車廂啦。我見啲火勢越嚟越大，就唯有立即逃離車房，以免自己被火燒親。我記得當我由車房門口離開嗰時，仲將車房燈熄咗啲。嗱，陳世傑呢幾句短短嘅說話喺警方反覆細閱之後，係發現咗一啲令人懷疑嘅地方嘅。所以喺取錄呢份口供之後嘅3個鐘頭，警方再帶陳世傑入去口供房，問咗以下幾條問題。嗱，我仲有幾條問題想你澄清一下㗎。你話你喺工作台整緊喉管嘅時，你老婆係坐喺司機位聽緊收音機㗎，係咪？咁你老婆有冇食煙嘅習慣㗎？咁佢間中都有吸煙嘅習慣嘅，但係我相信當時係冇食煙嘅。架車起火之前，你係咪望向你太太嘅方向，只係聽到爆炸聲嘅，係咪？冇錯，喺我叫咗佢一聲之後，我就聽到一聲撻火聲，然後再聽到噗一聲嘅爆炸聲，之後眼尾就見到紅光啦。但係嗰時我仲未知道原來起咗火㗎。咁喺確定起火之後，你有冇見到你老婆啊？我見唔到佢啊，因為喺起火之前，我正在喺佢哋架車10尺嘅工作台上面批緊啲喉管嘅，準備用嚟接合啲鋼嘴，再放入化流器裏邊嘅。之後我轉身已經見到架車變成一個大火球啦，所以又叫咗幾聲之後，見佢冇回應，咁咪車一走咯。咁由起火至到你走出車房，大概過咗幾耐時間啊？我諗大約幾10秒到啦，因為啲火係燒得越嚟越大啊，所以我咪走咯。我哋去到現場嗰陣時，個車房嘅燈係熄咗嘅，係你唔使開燈都做到嘢啊？定係你喺咁緊急嘅時候都熄咗燈先至走呢？其實我係習慣咗每次出門口都會熄晒燈係啊，可以話係個冇意識嘅習慣嚟嘅。而且我由車房出去都一定會經過門口嘅，而燈掣就喺門口嗰度，所以我咪順手熄咗佢咯。咁喺你仲未走之前，有冇見到架車附近嘅地面有嘢燒着咗啊？我唔肯定地下冇嘢燒着喎，嗰時真係好大火，我只係見到好大個火球，所以係冇留意到地面有冇嘢㗎。即係由始至終你冇留意到你太太係瞓咗喺地面嘅？冇，因為當我聽到撻火聲同埋爆炸聲之後，我立即轉身叫我老婆個名嘅。嗰陣時已經冇任何回應㗎啦，所以我最後見到老婆嘅時候，已經係佢喺司機位聽緊收音機嗰時啦。嗱，咁我見到啦，對於所有嘅質疑，陳世傑暫時都可以俾到警方滿意答案。不過從以上嘅幾段說話，我哋係知道咗一件重要嘅資訊嘅，就係原來陳世傑嘅太太嘅屍體並唔係喺車廂嘅後座發現嘅，而係喺車後邊嘅地下發現嘅。而從後來審訊嘅時候嘅雙方同意案情，亦都確認咗屍體係喺車後邊嘅地下發現嘅。咁由此可見，當年報章嘅報道話屍體喺車廂嘅後座發現呢個講法，其實只係一個錯誤嘅報道嚟嘅。而呢個錯誤嘅資訊一錯就錯咗幾十年。咁究竟屍體喺地下發現定喺車廂嘅後座發現有咩咁重要呢？咁其實好明顯，如果屍體喺後座被發現嘅話，咁陳世傑話佢太太係坐喺司機位聽收音機呢個講法就變得好唔合理。但如果屍體係喺地下發現嘅話，咁呢個情況同陳世傑所講嘅版本其實係冇衝突嘅，因為死者的確係有可能被火燒之後離開車廂，然後去到車後邊先至不知倒地，又或者喺火警發生之後佢係冇立即被燒到，
而係喺吸入濃煙之後，喺半昏迷嘅狀態之下，加上陳世傑已經離開咗車房嘅情況之下，自己落車爬到車後邊先至不知倒地。而根據陳世傑嘅講法，佢喺大聲叫佢太太幾聲之後，見到冇回應，就立即離開咗車房逃命啦。所以的確係有可能喺呢個時間，佢太太先由汽車爬落地下，然後喪生嘅。咁基於呢個情況係有合理可能性嘅，咁所以警方就冇辦法一口咬定呢一次並非意外嚟嘅。咁所以就冇將佢即時拘捕啦。但係令人意想不到嘅係喺後嚟嘅審訊裏邊，主控官係成功地令到7個陪審員都認為陳世傑以上嘅版本係一個完全唔合理嘅版本嚟，而佢所講嘅所謂意外，其實都係經過精心策劃嘅。嗱，咁不如我哋而家睇下呢一次審訊過程係點樣，睇下法庭係點樣透過邏輯嘅推演，令到陪審員最後係作出咗一個令人無可爭辯嘅結論。正如我喺之前嘅片都曾經多次強調，有動機未必真係會殺人嘅，而真兇又未必真係有明顯嘅殺人動機嘅。所以喺一宗謀殺案裏邊，要令到被告入罪，未必一定要證明被告嘅殺人動機嘅。但由於喺呢一宗案裏邊係完全冇直接嘅證據嘅，就連科學鑑證都似乎係對被告有利嘅，咁所以被告嘅殺人動機就變成咗一樣好重要嘅議題啦。但我必須要提醒大家，雖然喺呢一宗案裏邊動機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但係要判一個人謀殺罪成，係未必需要知道佢嘅行兇動機嘅。動機極其量只可以作為佐證，令到陪審員有一個更加肯定嘅判決嘅啫。而喺呢一宗案裏邊，令到被告真正入罪嘅，其實其他更加重要嘅因素嘅。呢一點我哋聽落去就知道嘅啦。呢一宗案係喺1993年9月16號，即係案發之後大約4年之後，先喺高等法院正式開審嘅。主審嘅係黃建秋法官。根據雙方同意案情，40歲嘅被告陳世傑同佢39歲嘅太太麥惠娥喺1989年3月13號回流香港嘅。回流之後，一直係住喺案發現場，即係活苑嘅呢間2層高嘅石屋嘅。喺事發當晚，死者係被發現倒臥喺肇事車輛後方嘅地上面嘅，車輛已經被嚴重燒毀，而車房亦都被嚴重焚毀嘅。喺車輛嘅右邊大約10尺距離，有一張長形木造嘅工作台，而死者係當場被證實死亡。而喺審訊裏邊，控方嘅立場係呢一次係一次人為嘅火警嚟嘅，行兇者就係呢一宗案嘅被告，即係死者嘅丈夫陳世傑啦。控方認為佢哋多年嚟感情都出現問題嘅，相處係極多摩擦，被告多次提出要殺死死者，而且有跡象顯示被告係曾經將呢樣嘢付諸行動添，只係最後失敗咗。所以控方係認為被告對死者多年嚟係懷着無間斷嘅敵意，並且一直係有預謀想殺死死者。呢個預謀一直去到1989年10月22號嘅晚上1點，終於將佢付諸行動啦。另外，控方認為被告之所以殺害死者係有金錢上嘅利益嘅，所以係有強烈嘅殺人動機嘅。咁基於以上咁多點，控方係認為被告當日係精心策劃整個殺人行動，令到死者睇起上嚟似乎係死於意外嘅。所有嘢都係經過精心部署嘅。咁辯方又係點樣抗辯呢？辯方嘅立場就好簡單，佢係宣稱呢一次只係意外嚟嘅啫。雖然被告的確對太太係懷有敵意嘅，但係呢樣嘢已經成為過去啦。喺案發之前，佢哋已經和好如初，所以根本冇任何預謀去殺死死者。而有關金錢方面嘅利益，被告係宣稱有關佢哋嘅財務嘅安排都係一啲好普通嘅安排嚟嘅，絕對冇心懷不軌嘅。好，咁以上就係控辯雙方嘅立場啦。咁究竟佢哋係點打呢一場官司嘅呢？首先，控方喺庭上面係播出4段錄音嘅，呢4段錄音係想證明喺一段好長嘅時間，被告同死者係處於差唔多係你死我活嘅敵對關係。呢4段錄音都係喺1986年，即係話喺案發之前3年嘅夏天，喺被告不知情嘅情況之下，被死者偷錄嘅。但係4段錄音嘅實際錄製日期已經唔能夠考證，甚至連佢嘅先後次序都係唔能夠肯定嘅。其中2次錄音係現場面對面嘅錄音嚟嘅，而另外2次就係電話錄音嚟嘅。而從錄音嘅內容嚟睇，好明顯當時死者係不斷挑釁被告嘅，似乎係想套佢講出一啲說話嘅。而由於當時2個人係辦緊離婚手續嘅，當中係一啲糾紛，所以呢啲錄音好可能係死者想用喺佢哋離婚官司上面嘅。但由於佢哋後嚟係冇真正離婚嘅，所以呢啲錄音係冇真正用得着嘅。亦因為咁樣，被告係去到審訊嘅時候先知道呢啲錄音嘅存在嘅。好，咁我哋而家嚟睇下第一段錄音究竟係講啲咩嘅。我知，你使乜理我講乜啫？我講乜你都唔會聽噶啦。你有理過呢個屋企咩？你有當過係你老婆咩？
咁你中意點講咪點講咯。買樓又係我俾錢，連結婚都係我俾錢，呢頭家有邊樣嘢係你㗎？我知你唔止呢頭家嘛，仲有大班人要你養啊嘛。咁又點啊？而家係咪翻舊帳啊？都唔係舊帳啦，新歡又點算舊帳啊？你晚晚咁夜去咗邊啊？你唔翻屋企嗰時去咗邊個女人度瞓啊？我使乜向你交代啫？係我咁蠢啊，先會貼埋大床俾你㗎咋？連擺酒嘅錢都係我出啊，你收唔收㗎？咁你而家想點啊？冇想點，我點咁想點啫？我唔怕你殺咗我啊！係啊，你小心啲啊！我真係會殺死你㗎。不過你放心，我唔會用我雙手殺你嘅，亦都唔會落點啊？買兇殺我啊？我唔會咁蠢咯，買兇殺你，實會有痛嘅，俾人捉到嘅。咁即係點啊？用槍射我啊？哈哈，用槍射你，我都走唔甩啦。我冇咁蠢，我諗好晒㗎啦，連點樣逃避法律責任都諗好埋。你平時見我冇嘢做，喺度發呆，你估我真係冇嘢做啊？我係諗緊點樣去計劃殺你啊！哦，原來你唔做嘢就喺度諗點殺我啊？咁我明啦。你唔好理，反正你已經有晒全盤計劃。咁從呢段錄音呢，控方想帶出嘅信息就係喺案發之前3年，雙方嘅關係係已經去到水火不容嘅地步噶啦，而且被告仲差唔多已經默認咗自己係有外遇嘅添。而且喺啲錄音裏邊，被告係好坦白咁承認自己係一直思考緊點樣去實行一個完美嘅殺人計劃，既可以置對方於死地，但又可以逃避法律責任。好，跟住落嚟，我哋睇下第二段錄音係點。最可順其自然咯，我一定會走嘅，你唔使任何期望噶啦。好自為之。咁多年，我已經忍緊夠你啦。一樣啦，我都忍咗你好耐啦。我俾你精神同肉體虐待咗咁多年啦，好明顯係我忍你咯，係你打我噶，係邊個忍邊個啊？你打到我眼都黑晒，嘴又流血，頭都腫埋，咁又係邊個忍邊個啊？你打到我心口咁痛，講嘢都講唔出，究竟係邊個忍邊個啊？你晚晚都唔翻屋企瞓，究竟係邊個忍邊個啦？咁我啊，仲有爭啲唔記得，唔知邊個夜晚鬼鬼祟祟拎住把斧頭入我間房，想劈死我啊！好在我嗰次突然間扎醒，先冇俾你劈死啫。你嗰晚本來就係諗住殺我嘅，係咪啊？如果唔係，你拎住把斧頭入嚟做乜啊？如果唔係我扎醒，我已經俾你劈死咗啦。係啊。乜話？大聲啲！我話係啊。嗰次你真係想殺死我？係。你想劈死我？係。大聲啲啦！係啊。哦，咁你都好有吉事，都夠膽承認你當時係想用斧頭劈死我。喺呢段錄音，死者係成功套到被告親口承認係曾經想用斧頭殺死死者，只係因為死者扎醒而失敗嘅啫。又一次，控方係希望用呢段錄音去證明被告想殺死死者呢個意圖，唔單止只係個念頭，仲曾經係付諸行動嘅添。咁呢段錄音其實未完嘅，跟住落嚟我哋就會聽到被告想殺妻呢個念頭係越嚟越劇烈嘅。你咁深謀遠慮，你梗係唔會講我知你想對我做乜啦。我頭先唔係已經講咗啦咩？你咁樣真係好口賤啦！我自己從來唔會咁樣去屈人嘅。喺做任何嘢之前，都一定會睇下有冇證據涉及人命問題。我係唔會亂嚟嘅。所謂盜亦有道啊！雖然我係話過會殺人，但係我會首先睇下會唔會俾人揾到證據先去做咯。明唔明啊？你之前話你殺過唔止一個人添，你又話會周圍殺人，關你鬼事咩？咁你殺過乜嘢人啊？呢幾個月你咁叫我，就係我幫你搏命揾錢，努力工作，你邊有覺得咁舒服啊？你中意點就點，中意做乜就做乜，我有冇干涉過你啊？屌你老母！有啲嘢我唔想做噶，而家我迫於無奈要做啦。我一直計劃緊嘅嘢，你又估下我想點？你會有好多方法嘅，你話啊嘛，會將我放入碎肉機啊嘛，話會將我啲肉切開一嚿嚿餵狗啊嘛，同埋你又話過會燒晒啲骨啊嘛，你會有好多方法嘅。係啊，條屍都冇埋啊，咁就冇晒證據，個殺人咯。咁你最多咪可以咁做咯，而家知啦。仲有好多噶，咁易俾你估到我想點咩？我之前同你講嗰啲嘢已經過時啦。如果我而家殺你，唔會俾人揾到屍體嘅，你知唔知啊？如果冇屍體，係冇得告謀殺嘅。你仲講過會開槍殺死我添，連屍體都冇，又點告謀殺啊？我問你啊，謀殺係咩先？如果連條屍冇埋，仲算係謀殺咩？唉，算啦，我都費事同你講。總之你有好多方法啦，你一直都用呢啲嚟威脅我。知啊，如果條屍完全消失，人間蒸發，乜撚都揾唔到，我係唔會有罪噶。我會專登當條屍被發現，我先會被判謀殺罪噶，係咪啊？嗱，我哋見到啦，原來陳世傑當年同好多人一樣，都真係以為只要冇屍體就唔可以告任何人謀殺罪噶啦。所以控方嘅立場就係，至少喺3年之前，殺妻呢個念頭就已經經常出現喺陳世傑嘅思想入邊嘅啦。而且有跡象顯示，已經唔止係一個念頭，仲係一個具體嘅行動計劃嚟添。好，跟住落嚟，我哋睇下第3段錄音係點。呢一段錄音係一段電話錄音嚟嘅，發生喺佢哋一次嘅嚴重衝突之後嘅。喺呢一次衝突裏邊，陳世傑係用刀界傷咗太太嘅手，搞到佢入院縫咗20幾針添。
而喺電話錄音裏邊，陳世傑係要求太太同警方表示自己係唔打算追究呢次襲擊嘅，仲表示自己其實係深愛對方嘅，希望太太係可以俾次機會佢，唔好上庭作供嘅。咁似乎死者今次係早有準備嘅，所以呢一次電話對話，死者都係錄咗音嘅，而且同對話嘅內容似乎好明顯係想套陳世傑講出一啲之前犯過罪行嘅。嗱，段錄音係咁講嘅。喺庭上邊，我唔會講你之前虐待我嘅事嘅。你用斧頭劈我，揾嘢掟我，踢我，但你打我，打到我流血，我都唔會講嘅。唔係啊，我唔係講呢啲啊，而係佢用刀傷你啊，係佢話用危險武器傷害你啊。你咁對我做咩要放過你啫？因為你對我作出賠償咯，同埋你要去見婚姻輔導啊。而家我哋嘅關係真係好唔正常啊。OK， 我會抽時間去見佢哋，你俾啲時間我。但係你唔係已經諗好點去銷毀屍體啦咩？我係一時衝動先講呢啲嘢嘅啫，我唔係真係咁嘅意思嘅。咁你唔係話你溫哥華有條女嘅咩？嗰啲嘢都係作出嚟激你嘅咋，唔係真嘅。咁最後死者似乎係真係心軟，放過陳世傑嘅。因為雖然最後陳世傑係因為傷人罪而被帶上溫哥華嘅法庭嘅，但係最後都因為死者冇上庭指證佢而被判無罪釋放。而陳世傑喺避開呢一次刑事責任之後，似乎係再舊事重提啦。我哋聽下以下呢段錄音係點講。你而家真係有生命危險啊！話你聽，我隨時都可以攞你條命啊！你可以點攞我命啊？又我可以點？我真係好諗多咯。可以點啊？廢話，你唔好以為我真係唔敢啊！你唔好講狗入窮巷啊！咁好明顯啦，當佢太太一時心軟，放棄喺庭上面指證佢用刀傷人之後，佢又再次威脅話要殺死死者啦。嗱，從以上幾段錄音，控方嘅立場係由案發前至少3年開始，陳世傑已經開始精心策劃呢次殺妻行動噶啦，而且個計劃仲經過多次變化添。但係無論點樣變化都好，佢係希望計劃係我喺殺人之餘唔需要承擔任何罪責嘅。咁所以控方係想說服陪審員，經過幾年嘅精心策劃，佢諗到嘅最後方法就係將太太燒死，然後假裝佈局成為一次維修汽車而引致嘅奪命意外嘅。咁我哋都知道，原來控方係想透過呢4段錄音去證明被告同埋死者係長久以嚟帶有持續嘅敵意嘅，而且有跡象顯示被告係曾經想殺害死者添，只係當時嘅行動失敗嘅啫。呢4段錄音雖然唔能夠肯定錄製嘅確實日期啊，但係可以肯定係喺1986年嘅夏天錄製嘅。但係問題係呢個時間同案發時間相隔咗超過3年咁耐嘅。咁所以就算陪審員係同意呢啲錄音可以證明當年被告對死者帶有敵意嘅，但係都3年前嘅事咧，喺3年過去之後，佢哋絕對有可能重修舊好嘅。咁所以原則上，單從以上4段錄音係證明唔到被告嘅預謀係一路持續到案發嗰刻嘅。咁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咧，控方係安排咗幾個控方證人去證明呢個持續性嘅敵意同埋預謀的確一路持續到1989年10月案發嗰日嘅。首先，控方傳召咗死者嘅妹妹上庭作供嘅，佢喺庭上邊係力證被告同埋死者一直都係保持相當惡劣嘅關係嘅。佢喺庭上邊咁講：喺1987年，我家姐同埋我姐夫咧就翻過嚟香港玩咗2個月嘅。當時佢哋咧就住喺我屋企嘅，但係姐夫好少翻嚟瞓㗎。佢呢2個月入邊咧，大約都係10幾晚係翻過嚟瞓㗎咋。而且佢哋經常會為一啲小事鬧交咧，鬧得好犀利嘅。我直頭可以話咧，佢哋冇一日唔鬧交噶。佢哋會為一啲好雞毛蒜皮嘅事咧就鬧起上嚟。我仲親眼見過姐夫咧打咗我家姐一拳添啊！嗱，如果死者妹妹以上所講都係真話嘅話，喺嗰4段錄音之後嘅1年，佢哋嘅關係係仍然好惡劣嘅，亦即係話被告對死者嘅持續性敵意至少係延續到去案發之前2年嘅。但係咁樣都唔夠嘅，因為佢哋案發嘅時間仲有2年。2年時間絕對係足夠長，令到佢嘅惡意慢慢咁消除。咁所以控方係傳召咗死者嘅細佬，講下被告兩夫婦喺案發之前1年嘅相處情況又係點樣。嗱，喺庭上面係咁講嘅：喺1988年12月嘅其中一晚，我哋一家人食飯，佢2個都有份嘅。食下，佢哋又鬧起上嚟啦。之後家姐突然好嬲咁企咗起身，指住姐夫大聲咁鬧，話姐夫一直對佢點差，仲話姐夫咧成日恐嚇佢、打佢、殺佢。呢個時候姐夫都喐手打家姐啊，所以家姐就走開避佢啦。點知姐夫一路追住佢，想打佢，佢就不斷咁圍住張台係咁轉，佢一路避開姐夫，就一路鬧姐夫，話姐夫想殺死佢啊，仲話姐夫係變態㗎，係基㗎。最後姐夫真係追到我家姐，就一拳打咗落家姐個肚度啦。咁從以上嘅證據，我哋會見到，
如果佢哋講嘅都係真話嘅話，咁被告對死者嘅惡意到案發之前嘅1年都仍然係持續緊嘅。咁但係1年時間係咪足夠長，可以將一個持續性嘅惡意化解？嗱，控方嘅立場係喺呢1年時間，被告對死者嘅惡意唔單止係冇化解到，仲係一路咁增加緊添。因為喺案發之前大半年，即係佢哋回流香港之前嘅4日，被告喺溫哥華揾咗個姓潘嘅朋友，呢個朋友係做律師嘅。被告指示呢個朋友喺死者在場嘅情況之下，訂立咗一份聯合遺囑，而呢一份遺囑所涉及嘅就係有關被告同埋死者2個人之中任何一個人逝世之後嘅安排嚟。而其中有2條條款係比較可疑嘅，例如第3條，如果我話我妻子死亡，或我們同時在事故中喪生，我話我們將會將財產和唯一的住所透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捐贈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研究所。另外第4條條款嘅內容係，如果我和我妻子死亡，或我們同時在事故中喪生，有關當局請全面調查事件。咁好明顯啦，以上2條條款係好可疑嘅，尤其是第4條，點解會指明如果妻子或者2個人同時喺事故裏邊喪生，係要全面調查嘅呢？而且我哋要留意喎，根據有律師朋友喺庭上邊嘅作供，呢一份聯合遺囑係喺死者在場嘅情況，根據被告意思而訂立嘅。咁點解被告會要求喺遺囑上邊寫明如果妻子死亡嘅話，係要全面調查事件呢？呢個究竟係被告自己嘅意思啊，定係死者要求咁做嘅呢？咁有關呢一點，就連佢嘅律師朋友都解答唔到啦。咁跟住落嚟，更加可疑嘅事件就發生啦。喺訂立呢條條款嘅第2日，即係佢哋臨返香港之前嘅3日時間，被告係單獨要求佢嘅律師朋友將以上一份聯合遺囑嘅第3條內容，由原本嘅喺死後將遺產捐曬俾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研究所，改為捐曬俾被告嘅兄弟嘅。嗱，留心呢一次死者係唔在場嘅。咁唔單止咁喎。原本嘅第4條係要求，如果妻子或者2個人一齊死亡嘅話，係要作出全面調查嘅。呢一條被告喺妻子唔在場嘅情況之下，係要求完全取消咗佢。咁點解無端端有咁奇怪嘅改動呢？嗱，證人喺庭上面就話，被告係話佢知係太太叫佢咁改嘅。咁但係呢個係咪事實呢？咁就不得而知啦。而喺結案陳詞嘅時候，控方係認為好大可能本身係由死者要求被告加入呢啲條款，以防止被告殺害自己。但喺死者唔知情嘅情況之下，被告私下要求佢嘅朋友將呢啲原本用嚟保護死者嘅內容刪走咗。咁所以控方係認為，如果被告唔係處心積慮想殺妻嘅話，佢有乜理由會作出咁奇怪嘅改動？咁對於呢個問題，辯方係點解釋呢？喺結案陳詞嘅時候，辯方嘅講法係話，被告喺第一次訂立完遺囑之後，佢同太太商量過，認為佢哋死後應該係將遺產留俾自己家人較為合適嘅，所以就指示律師嘅朋友修改第3條內容啦。另外，佢同埋佢太太都覺得，無論任何人死亡，警方都一定會詳細調查嘅，咁所以第4條根本係多餘嘅，咁所以就叫律師朋友刪除咗佢啦。咁呢個答案，大家認為陪審員會唔會相信？咁以上所講嘅，全部都係佢哋未返嚟香港嘅時候發生嘅事嚟嘅。咁喺回流香港之後，情況係點呢？嗱，控方嘅立場就係喺回流香港之後，佢哋嘅關係係越嚟越差嘅。而去到案發之前嘅1個月，甚至係出現過懷疑落毒嘅事件嘅。嗱，有關呢件事，死者嘅妹妹喺庭上邊咁講嘅。喺1989年9月2號，家姐咧就突然入咗醫院。佢話因為咧姐夫俾咗啲補藥佢食啊，佢食完就見頭暈啦。佢話之後姐夫叫佢瞓低，然後又同佢搽咗一啲有哥羅芳味嘅藥油啊。但係搽完之後咧，家姐話佢更加覺得暈，所以就自己打電話叫救護車送咗入醫院啦。之後我咪質問姐夫咯，究竟俾咗啲乜嘢佢食啊？俾咗啲咩佢搽啊？係咪想毒死佢啫？但係姐夫就乜嘢都唔肯認，仲話嗰啲係普通藥油嚟嘅。喺醫院度咧，家姐就同我講，話佢唔敢再返活院啊，話佢返到去咧，姐夫一定會整死佢㗎。諗下見到啦，當時死者嘅妹妹係高度懷疑被告係想毒死死者嘅，只係苦無證據啫。咁所以去到呢度，可能你都會同控方一樣，認為被告對死者係一直都懷有惡意，同埋係有明顯嘅殺人動機嘅。咁但係辯方佢係唔同意控方呢個講法嘅。根據辯方嘅講法，佢係話佢哋夫妻之間雖然係有拗撬啊，但係基本上都係床頭打交床尾和嘅，同一般嘅夫妻係冇乜分別嘅。辯方承認被告嘅性格係較為火爆嘅，所以引致佢哋夫妻之間係好多爭執嘅，亦都好容易俾人目擊到佢火爆嘅場面。
但係事實上佢哋嘅相處係同正常夫妻一樣冇乜分別嘅啫。所以辯方嘅策略就係傳召幾個證人，證明被告同埋死者嘅關係其實唔係咁差嘅啫。首先，被告傳召咗死者呢個喺內地嘅表親，佢係出示咗2封信嘅，而呢2封信分別喺1988年5月同埋9月由死者寄俾佢。死者喺呢2封信裏邊係話佢哋兩夫婦已經和好如初，唔再爭執啦，關係亦都慢慢改善緊啦。咁由於呢一封信係由死者嘅表親出示嘅，咁所以可信性係相當高嘅。但係問題係死者喺信裏邊講嘅又係咪事實呢？會唔會只係本住家醜不出外傳呢個方針向自己嘅親人講大話呢？呢一點就不得而知啦。另外，辯方亦都傳召咗被告姓吳嘅舅父上庭作供，佢係住喺案發地點附近嘅，平時同被告兩夫婦係有好緊密嘅接觸嘅。而喺被告兩夫婦離開香港去加拿大生活嘅時候，就係將雞場交俾呢個舅父打理嘅。佢喺庭上面係話喺被告同死者由加拿大返香港之後，直至案發之前，被告同死者基本上係保持良好關係嘅。雖然有時真係見到佢哋鬧交，但係好快就會和好噶啦。而且見到佢哋嘅相處，其實係相處得好甜蜜嘅。咁所以辯方嘅立場就係，雖然喺案發之前3年，佢哋嘅關係係十分之惡劣，但係事情已經過去咗啦。而且越接近案發時間，佢哋嘅關係越良好添。雖然佢哋的確有時會拗撬啊，被告嘅性格亦都真係好火爆嘅，但係絕對唔係好似控方咁講，兩個人嘅關係係一直處於水火不容嘅狀態，更加唔會好似控方咁推論喺案發之前3年已經開始預謀殺妻，然後喺案發當日先付諸行動嘅。到目前為止，我哋見到控方都唔算係取得絕對嘅優勢嘅。咁控方仲有冇其他嘅板斧去說服陪審員呢一次其實唔係一次純粹嘅意外呢？咁原來控方嘅另一道板斧就係證明被告嘅目的似乎係謀財害命。例如被告同死者喺1982年係分別購買咗2份人壽保險嘅，死者嗰份係價值35000加元，而被告嗰份就價值5萬加元嘅。然後喺1988年，即係案發之前1年，被告同死者每人再買多一份價值35000加元嘅人壽兼意外截肢保險嘅。然後再喺案發之前大半年，即係臨翻嚟香港之前嘅10日，亦都即是訂立上面所講嗰份遺囑之前嘅3日，佢哋又每人買咗一份高額嘅旅遊保險。坊間對呢份旅遊保險有好多揣測嘅，例如話呢份旅遊保險嘅條款係規定要死喺交通工具上面先有得賠，所以被告就選擇喺車上面燒死死者，又或者係喺其他地方殺死死者之後，再將屍體移上車，令到個情況係符合呢份保險領取條件嘅。但係從法庭嘅資料顯示，呢份保險只係一份普通嘅旅遊保險嚟啫，控方係冇特別對呢份保險作出任何推論嘅。再加上，正如喺上面咁講，死者其實唔係死喺車裏邊嘅，佢係死喺車後邊嘅地面嘅。咁所以坊間嘅推論其實未必係事實嚟嘅。而喺庭上面，控方對被告購買呢份保險嘅立場就只係，只要死者一死亡，被告就可以得到以上所講嘅全部保險金啦。咁所以就可以作為佐證，證明被告係有充分嘅殺人動機，以獲得呢啲豐厚嘅保險金。咁有關呢一點，辯方係點反駁嘅呢？根據辯方結案陳詞嘅講法，以上所有保險其實都只係啲普通人都會買嘅保險嚟嘅啫，而且佢哋每次都係一人買一份，仲要係喺7年前購買添，所以從呢啲保險其實係推論唔到咩嘅。而且辯方係指出，被告購買自己嘅保險金額仲高過死者，咁所以好明顯喺佢買呢啲保險嘅時候係唔存在任何不軌嘅企圖，而且喺3年之後，即係1985年，被告曾經將自己嗰份保險嘅金額提高到去85000加元添。咁所以辯方係認為，從呢一點就可以知道，被告重視自己太太嘅保障係多於重視自己嘅保障。而且辯方仲認為，從呢一點甚至可以反過嚟推論，當時被告一定係冇殺妻嘅念頭嘅。而至於佢哋喺臨返香港之前10日所購買嘅旅遊保險，亦都係每次佢哋返香港之前都會購買嘅，根本唔可以由此而推論任何嘢嘅。咁所以辯方嘅立場就係，呢啲保險唔單止唔可以推論任何嘢，甚至連呈上法庭都係唔應該嘅。咁不如我哋再不厭其煩再歸納一次，控辯雙方有關預謀殺人同埋殺人動機呢兩方面嘅論據係點樣？首先，控方認為從4段錄音可以證明被告喺案發之前3年已經有殺人嘅預謀嘅，甚至曾經付諸行動添。然後從死者兄長同埋死者妹妹同埋被告做律師嘅朋友
都證明被告同死者係一直保持住十分之惡劣嘅關係嘅。加上巨額嘅保險金，可見被告係有強烈嘅動機去預謀殺死死者嘅。所以控方認為呢一次唔係意外，而一次有預謀殺人行動嚟。而辯方就認為嗰4段錄音帶已經年代久遠，絕對唔可以反映被告同死者喺案發嘅時候嘅關係。而辯方又傳召咗2個證人，證明其實佢哋相處都有和諧溫馨嘅一面。尤其喺案發之前嘅幾個月，其實2個人相處係同一般夫妻無異嘅，所以根本唔係好似控方咁講，係一直處於水火不容嘅狀態。而嗰幾份保險就只係一般人都會買嘅保險嚟嘅，而且由於投保被告嘅金額係比投保死者仲要高嘅，所以甚至係可以反過嚟證明被告係從來冇殺死死者意圖嘅。咁究竟控辯雙方邊一個較為有理據呢？我哋知道刑事案係有舉證責任在控方同埋毫無合理疑點呢2個原則嘅。咁所以即使能夠證明被告係有好重嘅殺人動機，甚至能夠證明到之前被告曾經企圖殺死死者，但都唔能夠證明呢一次死者係由被告所殺嘅。而且退一萬步嚟講，即使喺案發之前1分鐘，被告真係曾經想預謀殺死死者嘅，但都唔能夠抹殺一個可能性，就係會唔會喺被告行動之前咁啱架車真係意外爆炸而將死者燒死嘅呢？所以要證明死者係由被告所殺嘅，最重要仲係有冇合理嘅可能性只係一宗意外呢？如果有嘅話，就一定唔可以將被告入罪嘅啦。而令控方最頭痛嘅就係根據幾個專家證人嘅證供，似乎只能夠簡單歸納為以下2點。第一，從現場環境去睇，有可能係喺維修汽車嘅時候意外洩漏汽油，加上現場通風不足，汽油就由液體變成氣體，所以喺撻火嘅時候，一啲鬆咗嘅電線位就可能引致火花，從而引發爆炸而引起大火。所以政府化驗人員係認為，純粹睇現場環境，加上被告嘅口供，係有合理嘅可能性呢一次只係一次意外嚟嘅啫。甚至呢位專家證人喺庭上面作供嘅時候，係曾經清楚咁表明，佢認為呢次只係意外嘅可能性係比較大。第二，從死者體內一氧化碳嘅含量，法醫官嘅推論，死者係直接被火燒死嘅，而且大約3至5秒嘅時間就已經斃命啦。而死者斃命嘅地方就係佢屍體被發現嘅地方，亦即係話法醫官係認為死者係死於車後邊嘅地面嘅。咁從以上幾點，似乎要證明到被告就係呢一宗案嘅兇手，係仲有一段好遠嘅距離嘅。喺下一集嘅奇案解構，我係會詳細分析一下呢2位專家證人證供嘅，睇下控方係點樣從佢哋呢啲似乎係對被告有利嘅證供，演繹成為對被告不利嘅證供。我哋又會睇下法官係點樣引導陪審員，令到陪審員可以從以上咁間接嘅證據，就以7-0呢個絕對比數判決陳世傑罪名成立。呢一宗會唔會其實又係一宗冤案嚟嘅？下一集我哋一齊揭開呢一宗撲朔迷離嘅案件嘅真面目。好，聽完上集啦，咁大家覺得佢有冇罪呢？嗱，呢宗案呢，其實好多奇案網台都講過嘅，咁就由於實在係喺最初嘅時候都已經有錯誤資訊，即係喺報紙第一日賣嘅報紙就已經有錯誤嘅資訊，咁嗰個錯誤資訊喺度流傳落嚟咧，咁所以所有網台都引述錯誤，咁就。呢個就同紙盒藏屍唔同啦，紙盒藏屍我成日都話好多錯誤資訊係後加嘅，即係傳錯咗，然後傳錯咗就覺得嗰個係真版本，然後就認為法庭嗰個係錯版本，呢個我覺得係好神奇嘅事。咁但係無論如何，陳世傑呢宗案喺最初嘅時候就已經錯㗎啦，喺案發當晚嘅第2日嘅報導就已經錯咗。包括邊幾方面呢？包括第一。條屍嘅發現地方啦，佢唔係原來唔係喺後座啦，原來喺地下啦。呢個好重要啊，因為如果係喺後座發現，而陳世傑話之前佢係喺車頭聽緊收音機嘅，咁點解會喺後座呢？呢個咁奇怪嘅事呢，其實唔會導致警方會放咗佢出嚟嘅，唔會俾佢返加拿大嘅。OK， 咁所以當時一定係喺地下嘅，咁而且根據而家法庭記錄啦，一定係地下啦。根據佢喺警署錄嗰個口供，都係話喺地下啦。所有嘢都係顯示，其實當時一早已經知道喺地下，冇一個版本係話認為喺車廂後座。我估係記者聽錯啦，即係警察話喺後邊有車後邊咁，或者話喺車後邊咁，係咪以為喺車廂嘅後座咯？OK， 呢個一個錯誤啦。另一個錯誤咧就係話
陳世傑喺爆炸之後就即刻不省人事嘅。咁呢個亦都係錯，因為根據當時嘅資料顯示咧，其實佢喺嗰度逗留咗，即係嗌佢老婆嘅名嗌幾次之後冇回應，佢就離開咗車房。離開車房之後就同啲街坊一齊救火嘅，佢冇不省人事。咁所以話佢不省人事都係錯嘅。咁當然啦，究竟佢係咪咩原因引致警方懷疑佢而去拉佢去返警署問話咧？咁事實上咁嘅情況一定會拉返警署問話嘅，都唔使有咩可疑。而且我之前成日都講啦，一宗案件咧，首先係懷疑佢身邊嘅人嘅。而家當時就只有佢老公同佢，一定係首先懷疑佢老公。所以點解會懷疑佢咧？就係因為佢有老公。咁後來發現，咦，佢嘅口供好似冇可疑喎，即係起碼喺嗰時嚟講係冇可疑。OK， 好啦，而家聽咗上集啦，咁多資訊俾你知道啦，有錄音帶啦，有保險金啦，有遺囑啦，有佢啲即係佢啲家人嗰啲口供啊，證明佢關係有時好有時壞啦。咁就佢個舅父就話，即係被告舅父就話，其實佢好好啊，一路都好好嘅，越嚟越好啲。佢妹妹同埋佢細佬就話，越嚟越差咁。咁究竟邊個啱？咁但係事實上咧，邊個啱邊個錯都冇，唔係太重要嘅。當然喺陪審員考慮嘅時候，佢會考慮呢點。但係實際上，如果只係憑呢啲咧，係唔能夠令到佢入罪嘅，真係唔能夠令佢入罪。你唔可以話嗰個人動機好強，動機咁強，仲唔係去做唔得嘅，唔可以話因為動機好強。正如我喺片裏邊都講過啦，就算佢動機好強。甚至佢真係已經策劃咗佢個預謀嘅謀殺佢老婆先添，咁但係都唔代表呢一次爆炸唔係意外㗎嘛？你去可能預咗嗱，今晚咧我就整完車之後就殺佢㗎啦，當係咁啦，當係咁啦。咁但係點知整車嘅時候就爆炸，咁你都唔可以話佢，因為未有行動嘅，未有任何實質上嘅行動，你就唔可以話佢企圖謀殺，所以。最重要就係你認為嗰個係咪嗰個爆炸係唔係意外，而唔係佢嘅動機如何？咁我見到好多網台嘅節目咧，就喺講啲宗案嘅時候咧，都以為實際上就係因為佢啲錄音啊、佢啲遺產啊、遺囑啊、佢啲保險金啊而引致陪審員判佢有罪。咁但係事實上唔係。暫時希望未有一個資訊，未聽到一個網台節目會講到真實去認為，即係陪審員判佢有罪嘅原因。咁所以呢，下一集大家要注意啦。下一集就真係全港獨又會第一次揭發呢一宗案，點解最後陪審員會認為佢有罪。好啦，不過喺講呢樣嘢之前，即係睇下集之前呢，我今日呢就準備咗一啲片啦。其實如果你係會員嘅話呢，你上年已經睇咗我以下呢段片嘅啦。以下呢段片就係我上年其實曾經我決定做呢宗案嘅時候，就係立即走去呢一宗案嘅案發現場，探索嗰個叫做就係案發現場啦，探索個案發現場而家變成點嘅。咁就上年喺會員頻道都出咗啦。咁今日我就公諸同好，大家一齊睇下究竟當時個案發現場係點樣嘅。好，我特別要停喺度講一講嘅，同呢宗案有關啦。開始嗱，喺呢宗案就發生喺1989年啦。咁但係咧，真正嘅審訊咧係幾年之後嘅，甚至佢落網都係3年之後。3年之後再審訊，喺審訊之後咧就有雜誌就報導過呢件事嘅。咁而家我揾唔翻，我揾咗好耐揾唔翻。我相信係一週刊咁就報導過呢件事。當時佢就宣稱個案發現場就喺呢度。當時佢宣稱 ，OK， 咁你聽我咁講啫，唔係啦，唔係喺度嘅。咁但係當時佢宣稱係喺呢度。咁點解佢會宣稱喺呢度咧？因為我估啊，以下嘅係我估嘅。審訊嘅時候係用英文嘅。咁當時咧用英文講咧，就話案發地點就係藍地福亨村路嘅活園。Wood 就係 Wood 就係 WOOD， 由淵就係譯音啦，即係拼音啦 YUEN 活園。咁你見到咧，而家望到上面有個牌，寫住長隆木行嘅長隆木行。咁以前咧就唔係寫木行嘅喎，
以前呢一度咧有個大嘅牌寫住木苑嘅木苑，咁木嘅英文就係 wood 啦，咁就係 wood 苑啦，就好似 wood 苑咁樣。咁所以當時嘅週刊咧就可能係誤解咗，以為當時嘅案發地點啦，又係福亨村路啊嘛，又係福亨村路，又係 wood 苑喎。呢個寫住木苑喎，咁仲唔喺度？咁所以當時咧就以為係呢一間屋同埋隔離嘅車房出事嘅。咁當然其實唔係嘅。咁點解唔係咧？一陣我就講俾你聽。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就講俾你聽，其實真正嘅地點喺邊度？好啦，咁應該案發現場喺邊咧？噔噔噔噔就喺後邊。案發現場就喺呢間1蚊雞保鏢嘅拍攝場地嘅後邊，呢一棵大榕樹，見唔見到？然後就見到我尋日同大家 share 嗰幅相啦，嗰間屋啦嚇，一個好古色古香嘅屋啦，即係好古舊。咁當時係一間鋪頭嚟嘅，係一間士多啦。冇記錯叫做一樂士多定一樂也咧，我唔記得咗佢個牌咧，呢度有個牌仲喺度有個痕跡嘅。咁我唔記得咗佢寫出嚟係一樂也士多啊，定係一樂士多 ？OK， 咁當時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報警嘅就係呢間士多。咁冇講清楚係究竟係裏邊嘅人報警啊，定係出邊嘅人入去借電話啦。不過咧，我估就係裏邊嘅人報警，因為呢度咧見到雖然佢係鋪頭士多嚟嘅，但係裏邊有人住嘅，即係前鋪後居嘅。咁相信當時深夜咧就唔會有人，即係個鋪頭個士多唔會開咗嘅。咁所以應該就係裏邊嘅人報警。好啦，咁當時咧其實發生呢件事嘅位置咧，就喺呢個鋪頭後邊。你而家見到綠色嘅建築物，咁啊十分之可惜。點解話可惜咧？就係兩頭嘅建築物都冇變。嗱，呢間鋪頭冇變，嗰邊嗰間鋪頭都冇變，就唯獨是呢一度咧就變咗做一間物流公司嘅。好啦，咁我講翻。究竟點解一週刊會搞錯咧？就係佢聽英文嘅時候聽到 wood 苑，見到 wood 即係木，咁木苑，所以喺嗰個牌見到寫住木苑，咁佢就以為係嗰度啦。咁事實上咧，呢間鋪頭未有呢間物流公司之前咧，後邊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嗰個地方叫活苑，活就係生活嘅活，活苑。咁咁啱咧，英文就譯做 wood 苑。咁亦都我都唔知係咁啱定係專登噶啦。間活苑嘅嗰個地方打橫穿出去，就係頭先嗰個木苑，即係我頭先話搞錯嗰個地方。所以你可以話通到嘅。咁但係咧，我本來想嚟睇下會唔會我喺呢個側邊有條路仔可以入到去活苑，即係案發現場。咁我哋見到啦，係唔得嘅。原來呢度真係封死咗啦，咁即是話我係冇辦法入到去真正嘅案發現場。咁呢個真正嘅案發現場有兩個可能性，一係就喺呢個綠色嘅建築物嗰度，又或者喺綠色嘅建築物後邊。我而家嘗試去咧另一邊睇下有冇可能入到去先。可以沿住頭先嗰度行過嚟咧，就咪話有另一邊亦都有一間鋪頭嘅。咁嗰邊鋪頭咧就都執咗啦，應該成個 building 仲喺度嘅。咁以前個德興士多啦，咁就都執咗。咁而家我哋行入去睇下啦喎。嗱，我再講翻個地點先。嗱，嗰邊就係黃秋生拍戲地方啦，對面就係嗰間一樂也士多啦。呢紮車就係物流公司啦。而家我哋兜入嚟睇下去物流公司後邊，會唔會喺後邊嗰個活苑仲仍然存在咧？咁好無聊啊！其實冇關係嘅，真係呢個地形咧，同嗰宗案咧係完全冇關係嘅。
我真係純粹係話最多朋友嚟呢度咁啊，貪得意。好，咦？嗱，呢間物流公司啊，好薄嘅啫喎，原來間物流公司係好薄嘅啫喎。咁即係後邊咪就係活苑咯。嗱，呢度就係活苑嘅前半橛，應該大約涼亭嘅地方。咁後邊嗱呢間屋就唔係嘅，呢間屋就應該係因為太過過嚟近呢邊啊嘛，近呢邊啊。咁活苑就喺中間嗰個地方啊嘛，即係大約係個物流公司後邊。咁好大機會喺度喎。最衰我唔可以好似阿 Hebe 咁樣有航拍機喺度睇下勘探下嗰個情況。似乎活苑嘅係丟空咗嘅，即係活苑真正案發現場咧，就喺呢個物流公司綠色呢個建築物嘅後邊，就似乎仲喺度，啲樹都仲喺度。OK， 純粹就係呢度前半橛 block 咗，因為係物流公司 block 咗，就我哋入唔到去即係勘探嘅現場啦。不過都係嗰句啦，其實冇關係嘅，因為呢宗案咧就係話佢喺間車房，佢呢個地方有即係成大粒空地。當時活苑咧係一個有雞棚，即係喺嗰個範圍之內咧，即係嗰時已經荒廢咗，差唔多荒廢。即係本來咧係有個框咗個場地，前面寫住活苑嘅，即係有塊牌寫住活苑嘅。咁但係都已經俾人自出自入嘅啦。咁入邊有個涼亭啦，涼亭裏邊啲人都係自出自入嘅，係人都入得去。咁再入少少有有間屋啦，有雞棚啦，有豬棚啦。咁佢利用咗個雞棚定豬棚咧，定係甚至係個涼亭咧，就變成咗一間車房。咁裏邊喺度整車，咁佢當時案發嘅時候就整自己部車，咁就話佢太太幫手整啦，幫手撻貨啦。咁然之後就唔知咩嘢啦嚇，即係將來我先詳細講啦。然之後就突然間起火爆炸，咁啊炸死咗佢太太。咁當時話係意外，咁佢就去咗加拿大，翻加拿大，因為佢本身喺加拿大嗰邊翻嚟回流翻嚟，然後再過翻去加拿大。咁用啲計仔啦，警方用計仔引翻佢翻嚟，咁就受審。咁就唔知點解咧？頭先我咪話有啲誤傳嘅資訊嘅，啲誤傳資訊當然唔係就係即係唔係話咩木苑變活苑啊，活苑變木苑，唔係呢啲。喺案情裏邊咧，喺個案情有一個好重要嘅誤傳資訊，有個好重要關鍵位係誤傳嘅，引致咧啲人會覺得呢宗案嘅判決係好怪嘅，即係好似完全違反咗要毫無合理疑點啊，疑點理歸被告啊，舉證責任在控方啊，完全違反晒呢啲嘢，咁個判決係好怪嘅。咁個怪嘅原因就係嗰個誤傳嘅資訊，而我而家現在見到嘅所有可以揾到嘅資料，其實由當年開始見到嘅報章報導，已經喺呢個資訊裏邊已經錯㗎啦，即係嗰幾個資訊已經係錯㗎啦。咁所以引致咧，就呢種案變成咗咁多年嚟講，都好多人會好質疑嘅結果咯。OK， 可能會繼續行上去，咁啊唔帶大家上去啦，我自己繼續行上去，睇翻下再遠啲嘅地方，會唔會喺嗰啲窿罅位會穿到過去活苑咧 ？OK， 咁我自己去啦，拜拜。咁當然啦，最後咧我就揾唔到嘅，即係雖然話我繼續行睇揾到路咁啊，最後我揾唔到嘅。咁我自己都好失望啊！嚇，咁今日啊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支持下啦。同樣啦，大家會見到頭先有個廣告係咪？有VPN 嘅廣告，就我小弟嘅頻道第一次有贊助啦。咁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啦。如果你想用 VPN 嘅話，都可以用下呢個 VPN 啦。咁就我自己上年因為某啲原因啊，真係裝咗呢個 VPN 嘅。咁我自己用起上嚟覺得都幾滿意。OK， 另外當然我唔知呢段片會唔會被黃標嘅，無論如何，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可以單次嘅贊助呢一段片，亦都可以加入我嘅會員，加入我嘅 Patreon，長期助養小聚合嘅頻道啦。